灯塔国的宣传经费被川建国砍掉后，好像越来越多外国媒体及写手报道中国的风格变了。比如，德国焦点新闻经常刊登一位所谓中国专家的文章，此人在纽约大学教授民主理论与实践。以前写的文章几乎都是负面的，但今天这家媒体发表他的特约文章，画风突变，至少褒贬各一半吧，让人难以适应。咱们现在来看看。由于特朗普，中国现在可以出人意料地迅速超越美国。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在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似乎已将美国甩在身后。自2013年上任以来，习近平的宏伟目标一直是超越美国，并取代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很多分析师认为，中国国家主席的雄心壮志可能会成为现实。他们预测，中美权力交接的时刻将在这个10年的后半期。但随后，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包括他自己的经济在内的一切都必须服从共产党的要求。始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引发了镇压措施，最终中国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未来。华盛顿在人工智能方面曾经领先，经济环境恶化，至今仍未完全恢复。分析师将北京超越华盛顿的日期越推越远，但随后美国人第二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美国总统。中国的国运开始朝着有利于习近平雄心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的关税疯狂、反复无常的摇摆、欺凌他国的行径，让美国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不可靠的伙伴。因此，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在乔拜登领导下的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已经消失殆尽。举个例子，在美国与中国争夺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领域，华盛顿迄今为止一直遥遥领先。要衡量成功与否，专家们认为有3点非常重要：以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为形式的科学成果，来自国外的投资额，以及一个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的专家数量。毫无疑问，这也包括这些专家的定向移民。配图说明，北京机器人扮成马拉松赛上的机器狗。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遭唾弃的国家。拜登执政期间，来自中国的获得国际认可和广泛阅读的科学论文比来自美国的还多。在投资和专业人才方面，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但现在在美国投资不再安全。特朗普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行政命令摧毁他们。尽管持有有效签证，专业人才仍担心被美国总统的边境警卫逮捕和带上镣铐，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一些让特朗普不悦的话。这些事态发展伴随着对美国法治的攻击，以及对大学、媒体和民间社会的恐吓，正日益将美国变成一个遭唾弃的国家。特朗普在公开诋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的欧洲伙伴的同时，却在讨好和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这表明他宁愿做一个专制统治者，而不是民主领袖。企业自由可不是这样的。北京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并做出相应反应。这意味着数周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将本国宣传为替代性投资目的地。北京希望与更多亚洲国家建立统一阵线，共同抵御特朗普的关税疯狂措施。但这种做法并非毫无保留地受到各方欢迎，因为中国本身也远非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外资企业进入中国需要付出技术和专利转让的代价，并服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规定。任何拥有3名以上中共党员的企业都必须设立党组织协调机构及党的监督机构，这与真正的企业经营自由相去甚远。但在当前美国不愿再扮演民主国家角色的国际环境下，企业领导者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某些情况下，这或许会成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旅游攻势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举措，但更重要的是，北京发起了一项魅力攻势，今年起允许欧洲游客免签入境。这种自由流动对深根区居民来说并不稀奇，但对中国而言却是一种有控制的失控。在放松边境管制的同时，
仍通过数字监控系统、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保持社会管控能力，展现了中国政府在开放与管理之间的精准平衡艺术。在习近平执政期间，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这可以被视为向世界某些地区发出的邀请，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甚至不排除考虑前往该国开展研究或工作的可能性。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拥有这样的软实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渴望像美国人一样生活，观看美国电影，穿着美式服装，品尝美式汉堡，并畅饮可口可乐。而美国绿卡这张通往美利坚的工作许可，更被许多人视为地球上最珍贵的通行证。如今，中国为吸引全球人才，也开始需要打造软实力。旅游促进计划正是经过精心考量的第一步棋。由于近期不断爆出欧洲公民入境美国时遭无理扣押的骇人事件，中国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当前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习近平善用把握时机。若特朗普持续削弱美国经济实力，习近平确有希望更接近其赶超美国的初始目标。但中国自身的改革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仍持怀疑态度。然而，既然现代民主发源地美国都可以蜕变为威权国家，那么中国同样有望转型为开放包容的国度。只要习近平把握良机，善用天时，此刻的中国正站在历史转折点上。好，朋友们，接着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还有什么比美国更强大的国家？不会吧？继续往下。如果你看看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航天等方面的技术发展有多快，与之相反，特朗普除了增加关税和将优秀科学家赶出美国之外，别无他法。那么中国将很快超越美国，但特朗普政府中大概不会有人能想到这一点吧。再往下，当前我认为特朗普在短短几天内已经给美国造成了如此多无法弥补的损失，使美国倒退了数十年。欧洲人也必须高度警惕，因为亚洲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德国每周35小时的工作制度根本无法与之接轨，在他们眼中，工作并不是一种惩罚，而在这里许多人看来，工作却被视为一种惩罚。下一则，这就是当一个臭名昭著的麻雀脑袋骗子当选国家最高职位，并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聚集更少脑子的政府成员的下场。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孤立自己，并朝着巴黎国家的方向发展。特朗普、普京、金正恩和习近平是伟大的四重奏。继续往下，特朗普想要诺贝尔和平奖，除了愚蠢、傲慢和狂妄奖，如果还有其他愚蠢行为奖，他肯定是第一名。再往下，中国在研发领域正迈向未来，而美国却以惊人的速度退回到过去，妖魔化科学，摧毁专家网络，这将带来惨痛的后果。此外，中国的行动可以预测，但特朗普的政策却反复无常，令投资者和前盟友们都感到恐惧。下一则，从中期来看，如果特朗普帮不尽快消失，美国将沦为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选民们应该事先考虑一下要投票给谁。继续往下，让我们拭目以待，吃瓜看戏吧。我目前还没有放弃美国，我在其他国家，也包括美国，生活了太多年。德国应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因为在与美国争夺第一个坠落地面的竞赛中，德国处于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但4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尽管实际上只有2年，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时，一切都可能迅速发生变化。再往下，尽管中国大肆抄袭美国技术，但他们在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领域已经超越了美国。在航天领域，他们与 SpaceX 的差距不大。美国需要做好准备，特朗普正在竭尽全力推进中国前进。我们看跟帖，抄袭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中国人非常具有创新精神。5G、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现在都被别人抄袭了。如果你已经是最好的，
你应该模仿谁？下一则，中国的工业产值至少已经超过美国5年，从购买力角度来看 ，GDP 也超过了美国，但人均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继续往下，美国负债过多，其外贸状况简直是灾难，美国已经濒临崩溃。这是近年来债务政策的结果。奥巴马和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人深度参与其中。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做出一些绝望的尝试，来让产能回流。所有东西从国外进口，每颗螺丝钉、每件衣服，而美国现在只榨肉丸子，生产可乐。简单的说，想通过关税来改变这种情况，让我们看看能否拯救美国吧。再往下，不仅人工智能，就连人类智商对特朗普先生来说也是陌生的。下一则，现在终于该让美国公民们来接手这摊子事了，或许需要一剂致命解脱弹，连带着也把普京给解决了。下一则，这与德国何其相似，结构性失误早在历史中埋下伏笔，诸多疏漏，击毙反噬。即使哈里斯当上美国总统，困局依然无解。区别只在于我们的媒体不会用同样犀利的笔墨渲染。继续往下，何来特朗普因为这般无稽指控担责之说？恰恰相反，如果他效仿拜登完全不作为，事态恶化的可能性有增无减。再往下，概括地说，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对他的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选民们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种情况将在未来3到6个月内发生改变。下一则，本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和印度将在本世纪末成为经济大国，行将就木的欧洲和美国将沦为服务供应商，这就是未来。好，德国这是点评一下，我一直无法理解，西方人总喜欢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可能与他们的媒体相对积极报道印度有关。他们认为，既然中国能成功，那么同是亚洲的印度在民主体制下就更能成功了。没有媒体去深度报道中印两国的区别，他们把亚洲国家看成都是一样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要论戒备心，我对中国人的信任度倒是和对特朗普的信任度一样低。好，下一则。怎的德国倒成了透明人？我们坐拥金山银海，素来有求必应，岂能榜上无名？下一则，好个正义使者，人设不倒，偏要捧个特朗普当媒体沙包吊打。中国早就把欧洲甩几条街了，对此我们却装聋作哑。再往下，欧洲解体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甚至不再谈论它，每个人都放弃了欧盟。下一则，比起中国或德国，我更愿意生活在美国。继续往下，本文作者怎就配得上中国通这个头衔？他说的那些东西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跟我那个外派到中国的兄弟劳克更是对不上号。难道是我的信息来源太拉胯了？我们看跟帖，他总不能把反华先锋当头衔来用，不是吗？这又是一条跟帖，即使中国通这一称谓确有不妥，你也得让我看看这个人是在哪里给自己起的这个头衔，难道不是媒体封他的这个头衔吗？因此，您的批评搞错了对象。你朋友的在华经历固然具有实证价值，但其观点也不能等同于对中国局势绝对正确的全面认知。难道全体德国公民就对本国事务都明察秋毫吗？所以麻烦你详述你朋友的具体不同的见解。你只说他的观点相左，但却没有说明到底分歧在哪里。如果能做出阐明，将有助于深化讨论。下一则，中国早已悄然超越，而美国仍在高喊再次伟大，这不过是特朗普蛊惑人心的竞选口号。继续往下，
我认为特朗普很棒，我认为他很棒，他是一位超级英雄。但我现在这么说，因为媒体在进入美国时要接受搜查。我实际上想在今年6月去纽约，如果你说过坏话，你就很难有机会进入这个国家。我可不希望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特朗普很棒。再往下，你可以抱怨特朗普做了或没做的很多事情，但说中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超越美国是因为特朗普，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说习近平现在手握弯道超车的指标，那一定与特朗普的关税有关，这与人工智能完全无关。下一则，在技术上，中国和美国将继续把欧盟和德国甩在身后。继续往下，新冠疫情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极限，如果不改变体制，这些极限是无法逾越的。它的体制减缓了中国向顶峰攀登的速度，在达到一定水平后就无法再进一步，而美国则不时被打回原形，但每次都能重塑自我，这次也将如此。欧盟和德国让自己后退，并认为这就是他必须走的路。我们再往下，如果欧洲最终能妥善合作，欧洲至少可以部分取代美国成为大国。遗憾的是，欧洲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像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政党正在与欧洲作对，他们希望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继续保持大国地位。下一则，我刚刚参加了2个国外的会展，不得不说，中国已经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至少当我看到美国公司在这些展会上的表现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不仅是中国公司的数量，他们的产品质量也让我感到目瞪口呆。世界上其他国家基本上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就德国而言，其迅速衰落令人震惊，但却显而易见。下一则，即使没有特朗普，中国也将成为世界第一，只是会发生得更快一些。无论如何，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下一则，数十年来，德国已将其大部分技术移交给了中国，这对中国帮助很大。这里有一个糟糕的例子，库卡公司是德国工程界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工业机器人市场的领导者。2016年，该公司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将96%的股份出售给了中国美的集团。德国许多关键技术的情况也是如此。巴斯夫作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将在中国建设规模像一整座城市的工厂。届时，德国巴斯夫总部的员工们将面临非常紧张的局面。现在因成本激增，政客们正在用左翼社会主义和环境狂热将数百家德国公司赶往国外，对德国国家造成的损害不可能比这更大了。政治是罪魁祸首，使德国正在加速衰落。这是跟帖。中国人很高兴，首先，所有公司都受到欢迎，然后技术被接管和窃取，然后这些公司被迫离开中国，因为他们无法再抗衡与之而来的竞争。再往下，中国的教育体系极其严密，组织严格，像美国和德国那样的教育乱象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是跟帖。你去过中国吗？普通中国人几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会说英语的人寥寥无几，收入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富有的中国人逃离这个国家，把他们的孩子从10岁起就送到像塞勒姆这样的精英寄宿学校。下一则，美国采取了紧急刹车措施，这可能是特朗普能做出的最明智之举。当其他国家最终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时，将会遭遇始料未及的困境，届时中国将能任意摆布他们。这是跟帖。那么西方国家难道不应该联合起来，结成联盟来对抗中国吗？特朗普却反其道而行之。德国知识点评，朋友们，你们看看，这就是典型西方人的思维。无论特朗普再烂，他们还是觉得应该与中国对抗，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继续往下，
中国人只有在需要我们的时候才是朋友，一旦这种需求消失，我们立刻就会被踢出局。我刚被迫关闭了一家在中国的工厂，因此非常清楚这个国家的运作机制，一切看似合法，在中国人眼中也完全正确。我们德国的企业高管和政客何时才能醒悟？恐怕要到为时已晚的时候。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部分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这远超我们那些养尊处优同胞的想象。我在中国遇到过极其勤奋自律的人群，即使知识水平未必顶尖，也从不抱怨哀叹，而是埋头苦干，不惜一切代价。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就个人而言，当前局势与当年纳粹和希特勒的崛起存在惊人相似之处。令人不安的是，与普京政权的密切关系也令人担忧。虽然时代不同，但当今世界政治中某些势力的行为模式恰恰复刻了那段黑暗历史。同时，我们不应美化中国，该国本质上仍是追求全球霸权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所谓新丝绸之路项目，实际上完美服务于中国的军事布局，这将使中国的兵力和物资能快速投送到欧洲。当前，白俄罗斯境内已有中国军队在进行联合演习，与伊朗及俄罗斯的合作也如出一辙。我认为这构成严重威胁，应视为对西方世界的警示。全球范围内正酝酿着新的冲突，很可能在不久后爆发。好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至少从这些网友评论看，貌似大多数评论对中国的敌意或者说戒心很重，他们当然是不希望看到中国赶超美国的。另外，我想说明一下，因为评论数量很高，不可能每一条评论都翻译到，有些看似关注度高的评论我都没有翻译，是因为其内容不值得花时间去翻译，或者需要花时间去解释很多的背景知识，所以综合考虑不值得去翻译。因此请不要误解我是出于什么目的呀，而是故意跳过一些评论，其实呢不是那样的。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